李波加油，黑儿！哎，黄老师。せいやよりいきなりステーキ。じゃあそこのいきなりステーキで食ってから帰るか。去年初めて東京が使用を走りその記録をさらに上回って自己ベストを出したその時が20秒を切るべきだそんな思いでここまで今走ってきました皆さんお帰りなさい女子選手の力強い走りを見せてくれますナイスラップ18秒経過1時間15秒経過ナイスラップです嘿，大家伙儿早喽！10月19号星期四，现在是这边的5点44，天亮的越来越晚了，现在得6点之后了。今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今天你们看配速没有非常轻松的跑，我想的是跑累了就回去。所以就中速跑。今天咱们聊聊比赛。你看昨天的强度课前2组都是那种压着速度的，今天就还行，就还是只有比赛带来的疲劳感。所以很多小伙伴说10月15号参加了一场马拉松，10月30号还有马拉松啊，10月29号，抱歉，怎么办？那确实不好办，就是这2场不可能都全力以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2020年，好像是2020年无锡马拉松，就是举办了的那一年。11月1号比赛，我11月18号跑了一个线上全程马拉松，那时候很轻松，跑了2小时51，在马路上跑的，而且全程没有红绿灯。结果无锡的时候浑身疼，跑了2小时56，而且很艰难。所以这2周，如果您真的是还有一场比赛，这2周以恢复为主，至少这周是以恢复为主。行吧，那今天一会儿咱们聊聊比赛，等天亮一点，加油干，加油干！马上就14公里了，到现在为止平均配速就是前10几公里的平均配速是4分18，常规训练来看不慢了。刚上完坡，还有一点点就上完全部坡了。跟大家聊聊比赛。比赛那天，首先穿的都是 Nike 衣服、半弹、帽子，还有鞋。鞋穿的是 Vaporfly 第3代。现在看起来选这双鞋是对的，因为那天雨太大了。那双鞋事实证明，就完全不会因为吸太多水而沉，并且呢也不会因为吸太多水，就是脚落地的时候是那种咕叽咕叽的。那天其实是挺艰难的，因为我们早晨从酒店出发去起点的时候，就觉得又冷，然后雨又大。之后就像大家视频里看的，其实 A 区是占便宜了的，因为 A 区在等候的时候，就是还有10几分钟起跑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拍我自己的那么一个镜头，那时候我们是在体育场的屋檐下，而后边 B 区的小伙伴就在雨里了，
因为那儿离屋檐太远了。我们那个是起跑的路边上就是屋檐，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候，去到的马路上开始淋雨，但是工作人员也都不打伞。然后起跑之前呢，大概还有7、8分钟的时候，吃了一个咖啡因的能量胶，吃了一颗电解质那种糖，能嚼碎的那种。早饭呢是6点之前吃完的最后一口，一般就是距离起跑4个小时左右吃完最后一口饭，吃了2片白吐司，什么酱都没有，然后2杯黑咖啡，这就是那天的早饭。到比赛的时候呢，会有那种胃里已经没东西了，这感觉就对了。起跑之前很煎熬，那时候就我说特冷的时候，其实我还穿着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呢，就风一打过来特别厉害，所有人都在那儿哆嗦，而且这种寒冷会让你更想去卫生间，所以赛前的饮水一定是注意的呀。那天直到我跑到7、8公里的时候，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要有 PB 的可能性，因为一开始比较艰难，前1公里比较慢，从第2公里开始，大概进到了3分42，第3公里就开始在3分40以内了。中间我有很多公里基本都是3分37、3分38，还有3分36的时候，但是确实是追不回来的半程马拉松。另外就是关于下雨，因为我下雨跑的经验比较多，因为只要是下雨天，如果正好我不是休息日，我肯定是正常训练的。这种你就不要想躲开水坑了，不可能的。还没起跑呢，就已经全湿透了，这正常。而且其实这种柏油路，下不下雨，就是对咱们这种普通人爱好者，它没有那么严重的打滑的影响，就是跑着没那么舒服。前几公里一直是按照正常的配速进行，就跟着所有人一起跑。在7公里左右，看见了胡老师，然后还给我加油了。前几天我俩还见了一面，在新宿的某个小咖啡厅。然后在快到8公里的时候，就一个大路口那儿，跑团的一位小伙伴还在那儿给我加油，我们还击了掌。等跑到快到10公里那个折返大概在9.8公里左右。跑到那儿的时候，女子第一，领先我们还不太多呢，就感觉刚看见她没多久就折返了。到那儿开始有划分出来了，就是有些人掉下去了，有些人前面的人变慢了，或者是后边的人变快了。像半马就是12公里到17公里，这几公里非常难受。我个人的经历是第13公里的时候是难受的极限，真有点受不了。13公里左右是最后一次补水，因为那天比较冷，而且还下雨，所以那一天所有的补水都是能量饮料，我没有喝白水，因为就是胃里的空间是很宝贵的。我是在第5公里、第7.5公里
和第12.5公里补的水，就这3口，喝完到最后肚子都有点胀。所以半程马拉松比赛能不喝白水就不喝白水。一过了13公里，分化就更明显了。有2位专业的女子运动员。哦，对了，你们看那天有的人后背上是有号码布的，那就是在这边日本的陆上竞技会注册的会员，就是2块号码布。跟着2位4位数号码的女子，可能是精英吧，跑了2公里。15公里是个关键点。半程马拉松基本上我跑到我这个成绩，15公里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是55分钟，就是55分多少秒。那年北京跑1小时17分12，第15公里是55分10几秒，那天是55分40几秒。因为对我这种能力来说，半马是不考虑掉速的，这也不能考虑创造什么奇迹。那时候就其实知道差一点儿，差不多。之后5公里，最后的6公里就都是上下坡，上的多下的少。大家看那海拔图也能看出来。不过那个海拔图我要说明一下，我也问了高驰的小伙伴，你们看，不论是这次的半马，还是那次的长居公园跑圈的那个半马，海拔到最后都是越来越高。因为一个是跑圈路线，一个是折返路线，应该前后一样才对吧？高驰的小伙伴也和他们的工程师分析了数据，最后的结论是气压修正造成的。因为起跑的时间这段时间早午温差比较大，或者那天的下雨，气压修正造成的，这个正常现象了，那就属于目前来说是还有优化空间，但是没有完全避免的办法。经常看咱们频道的小伙伴都知道我是爬坡很弱的，最后我就是咬住了一个前面的小伙伴，看着挺精英的，一步没落，我挺自豪的。这个坡当时想的是这坡我肯定不行，但是几乎没有掉速，那个坡挺陡的。我边上那个有一位女子精英，因为他们这女子精英身材比较矮小，上那个坡在我边上，感觉她都不行了，就是巨大的喘息声，然后伴着那种痛苦的表情。因为上坡要求的更多的是力量。有位小伙伴说得好，我嘴上一直说 PB 没戏了，但是还是在努力。是的，我还想有没有可能有奇迹，但是其实心里是理智是知道不可能的。等于那天的半马一点都没放，一直在全力以赴。经验教训呢，就是一开始过度放大了困难，其实下雨刮风或者冷也没有那么困难。如果第1公里、第2公里再流畅一点就好了。而且这个赛道是相对容易流畅一点的，因为一开始是下坡。另一方面又证明了半程马拉松没有容错。全程马拉松，如果你的前2公里慢一点还有机会。可是半程马拉松
你本来就是要冲到自己的极限。全程马拉松你是冲不到极限的，就是你可能要比你的极限慢15秒配速，那你如果前2公里慢了20秒加起来，那你后边是可以追一追，但是半马追不回来呀，因为后边的这都是极限速度，所以一开始慢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半马一开始就得冲出去，这是第一。第二是热身非常重要，尤其是需要一开始冲出去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是要理智看待困难，但是不能过度放大困难。这是经验教训1，经验教训2就是水还是喝多了，无论是起跑前还是赛道中。因为气温太低又下雨，应该不要补7.5公里的，或者是5公里的，应该是7.5公里补第一次，之后15公里第2次就结束了。我的补给是我在10公里的时候吃了一个咖啡因的能量胶。为什么没有在8公里吃？是因为半马跟全马不一样，全马在8公里吃是让你还没有觉得很累就有补充了，而半马最后是需要冲刺的，半马最容易掉链子的就是最后的2-3公里，要保证那个时候能量胶的余温还在。之后就没什么了，之后就是冲刺。进到体育场之前那一段，因为是封闭空间，GPS 就不如 Stride 那么灵敏，那就没办法。那天没带 Stride， 雨太大了，它都是水坑一脚。是把高驰的2代 Pod 别在了腰间，所以能看到左右平衡这些数据。所以最后冲进体育场，配速显示一直是3分52，是有滞后的。那时候至少是3分35，因为进体育场还是个下坡。进了体育场的时候，一看还有300米，就肯定没戏了。而且并不是10几秒100米啊，你跑马拉松，就算是半马，也得20多秒100米吧？你不可能冲刺嘛，是不是？最后就是多跑了200米的事儿。这200米后来我看轨迹图，大概我可能多跑了150米，另外50米是因为 GPS 的一些偏移。有小伙伴问说为什么会多跑，或者说为什么会多记？我看您也跑步，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那肯定会多记或多跑的，因为你任何人跑这条线路，你绝对不可能跑出最短线路。那地下有没有蓝线？就算有蓝线，你也不一定每一步都在蓝线上，对吧？这是第一呀。第二就是，GPS 总会不是那么的精确，有高楼或者哪儿的时候，它还是会偏一点儿。所以，如果您这场比赛跑下来，靠 GPS 正好是42.195，那就很有可能赛道不够长，或者是在哪儿漏记了，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所以不能把多跑当做没 PB 的原因。北京那次我也多跑了，肯定。就是前2公里耽误了，然后能力还不够吧，继续努力吧。但我现在对这事儿看得挺开的，
你看我这么努力训练了3年了，距离上一次也还是这样。有小伙伴说的特别的客气，您过奖了，我肯定达不到业余的天花板，差远了。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隐约达到了我自己资质的天花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满意了，我会继续努力的。行吧，那咱们训练后再见了，加油干，加油干！哎，10月19号星期四清晨7点05训练结束啊，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也是周末赛后的第1个训练周期。我周末赛后是这样恢复的：比完赛礼拜天回来，礼拜1早上起来跑了一个7公里，然后礼拜2全休了1天，礼拜3就是昨天是我这个训练周期4天的第1天，在跑团的合练，3公里、2公里、1公里的阈值跑。昨天的视频已经做了详细的数据。之后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29分37，平均配速4分15，基本上就是这个配速跑全马就破3，但是要比这个再快个2-3秒，因为你不可能跑完完整整的42.195公里，你可能全程马拉松跑好一点的话，可能多跑个300-400米是很正常的。平均配速4分15，平均心率155，功率227，步频201，步幅117，垂直振幅6.3，触地时间172，消耗1074千卡。所以其实跑步对我来说消耗的不多的，一个半马也就是1000吃不了多少东西就回来了，是不是？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周末的比赛。16公里的折返，对面有一个咱们频道的小伙伴还喊我，他应该成绩也不错，应该是1小时20左右，因为那个折返刚拐过去就看到他，就是基本上差不了多少。还有一位小伙伴评论说，折返也是看见我了，但是没喊。理解啊，都是冲成绩的这种比赛，确实是。那关于在比赛中的拍摄呢，其实影响没多少的。拍摄就是过程中把帽子这样转过来，用开机。然后看表对一下时间轴，然后就开始录像了，然后录完再这么转回来，所以还行。你要说完全没有也不是，最多不会超过3秒。下个月还有一场这边的一个小的全马比赛，那场比赛就打算就玩一玩了。确实这段时间疲劳，然后认真拍摄吧，在一个风景挺不错的河边，还行。赛道据说是以土路为主，所以就差不多就行了。这件衣服就是博览会买的。但是确实是现在经济下行造成的赛会也都穷了，原来都是发衣服，对吧？最早比赛都是发衣服，现在国内还发衣服，但是这个好多世界级的比赛这种衣服都是自己买，4200日元，就210块钱一件吧，还行，行吧。然后关于比赛，我应该还有没说到的，我再想想这几天咱们零碎着再聊。半程马拉松既复杂又简单，既艰难又简单。艰难就是很拼，简单就全程冲，毫无策略。但是想冲成绩的小伙伴，其实前2公里很重要，一开始就得冲起来。好吧，那就最近几个周末应该都有比赛。到北马之前，我们更多的话题都集中在马拉松上、比赛上，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咱们明天再见，加油干，加油干！